蒲楚之战第7章，辗转据四川，第13集。宝光帮宝慧得到协和药厂职位。有位学生的国军飞行员哥哥因通共嫌疑被捕。刚出校门的飞行员无法定罪，却被监禁。其父向他求助，他问陈本夫能否搭救。陈本夫推测，日军间谍或共打搞离间计。宝慧感到不寒而栗，后方已是尔虞我诈，杀机遍地。校长收到他的辞职信，说：严老师，我很支持你为抗战研发战场急需药品，但希望你教完这学期，放寒假时再辞职。严宝光帮妹妹宝慧得到协和药厂制药工程师职位。学校放寒假时，宝慧辞职去协和药厂，立即着手战地止血消炎急救包项目。孟厂长帮宝慧找到距厂区步行20分钟，掩映在黄桷树林的2层小楼里2楼一间宿舍。这栋楼有3间卧室，楼上2间，楼下1间。2位从美国来的女宣教士租下整座楼，年长那位住楼下，年轻的住楼上。楼下有一间厨房，一个客厅，一个洗手间，楼上有一个洗手间。女宣教士把他们住的这座砖木结构小楼取名歌山屋 Goshen Residence。 重庆当作陪都以后，房子很难找，尤其在南岸。说来也巧，2位美国女宣教士托孟厂长为他们物色懂英文的中文女教师当他们的室友，每周给他们上5次中文课，1次1小时，以房租抵学费。那时孟厂长已收到严宝慧的履历，就把她推荐给2位女宣教士。2人一听，觉得这位室友超过他俩祷告所求。严宝慧不仅中文功底扎实，还是留美硕士。他在教会学校从小学1年级就用英文课本，英文说得如同母语一般。又是牧师的女儿，在教会长大，从青少年开始就在教会侍奉。他到协和药厂第1天就与孟厂长细谈研发出血瓶急救包项目。他设想给前线将士每人发1个急救包，把急救包缝在上衣口袋里。每个急救包里有3片口服磺胺消炎药，1包外用药，外用药含植物止血药和磺胺消炎粉，还有1卷绷带。急救包内层有防水油布，外层是棉布袋。急救包所有材料的成本都很低，本地可取。急救包里的外用药取名出血瓶，伤兵听到这名字会有些心理暗示作用。他对孟厂长说：严小姐，请你把设想做成详细报告，转达军方。急救包里的磺胺药协和药厂能生产，现在正调试磺胺原料生产线，可以制成口服片剂和外用药粉。下面请谈谈你对开发植物止血药的设想吧。孟厂长说：
止血药原料从本地产量大、价廉易得的天然植物药医学，比如紫旗贯众、止血草、川乌等。他说：“你尽快着手植物止血药的提取吧。”孟厂长说。一个雾蒙蒙、风瑟瑟的深秋，严保慧正在协和药厂实验室配试剂。厂门口警卫找他说，有位吴先生有急事求见。他问：“哪位吴先生？”门卫说：“他说他在真光学校读书的小儿子吴贤良是您的学生。”保慧记得吴贤良，就对警卫说：“请吴先生先到会议室小坐，我10分钟后过去。”见到吴先生，保慧才知道吴贤良的哥哥吴贤栋被突然逮捕，吴先生为此事来求助。他听小儿子说，严老师有位要好的朋友是军官，常来学校看严老师，说不定这位军官能帮忙救出哥哥吴贤栋。原来飞行学员吴贤栋去年底在成都中央航校空军军事学校毕业，哪知毕业被派到新疆伊宁不久，他就和另外20多位同期同学被人密报有通共嫌疑，刚从新疆被押解到重庆空军军法处等候受审。保慧离开真光学校到协和药厂后，又到以前聚会的广义学校礼拜堂参加礼拜。因广义学校离他住处很近，陈本夫得知保慧换工作，曾来药厂找过他一次，知道他还在广义学校礼拜堂聚会。吴先生找保慧的第2天，陈本夫来广义学校礼拜堂找保慧。礼拜结束后，保慧把吴贤栋无辜被捕的事告诉陈本夫，请他帮忙搭救。陈本夫一听，当即就明白此事办不成。他很清楚，凡涉共事件都很棘手，但他不想立刻回绝而让他难堪。次日，陈本夫就去查事情原委。1个多月后，陈本夫来找保慧说：“李小姐，目前尚未查到吴贤栋和其余20多位飞行员通共的实证，他们是同期毕业飞行员中的佼佼者。我私下猜想，这次案件也许是日军间谍或共党分子搞的离间计。”严保慧听了陈本夫这话，感到不寒而栗。他没想到后方和上海法租界一样，尔虞我诈，杀机遍地。他联想到父亲严牧师说过，魔鬼只攻击忠心侍奉的基督徒，不忠心的基督徒用不着魔鬼攻击，自己就向魔鬼靠拢。刚出校门，一心杀敌报国的年轻飞行员，无法定罪却被监禁。他想，未婚夫徐永道在天之灵，若知此事，不知何样心情。陈本夫找保慧那天，林浩恩没来。林浩恩的寒假前找过严保慧一次，得知他换工作以后就没有寒假了，说：“严小姐，你的寒假献给抗战，我的寒假除了准备下学期教案和读几本书，时间自由，如需帮忙，尽管开口，随叫随到，我帮你为抗战出力。”林先生，你能帮什么？他问。
有需要计算，洗洗涮涮的，我能出苦力。学生时代，我的化学成绩优异，洗试管洗的绝对不挂水滴。他答：的确需要洗试管，不过我可付不起教授工钱。他说：严小姐牺牲寒假为抗战出力，我干点粗活，谈何工钱？他说。严保慧初到药厂，感到压力很大。他想早日研发出止血药，做出战地急救包，尽快让前线将士用上，使伤员死亡率降低。周末他常加班。整个寒假，林浩恩大部分礼拜天下午都在严保慧的实验室。上午他和他一起去教堂礼拜，下午他去实验室加班，他陪他去。有洗试管之类的事他就做，没事他就找张椅子坐在窗前读他带的书。林浩恩既然敢来找严保慧，心里已经做好对付陈本富的准备。但这段时间他来找严保慧时没看见陈本富，心想这人定是军务繁忙，赔不起时间了。追女人需要时间和精力，就像抗战一样，拼时间拼资源，谁坚持到底，谁最后胜利。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